你好，我是阿力啊。虽然好久没有出视频了，但是我依然每天都在关注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啊。最近大家可能被各种各样的杂音呢所迷惑啊，你可能也看到了，很多人以前从来都不聊这个比特币的经济博主啊，突然说比特币是骗局了。你甚至看到了中国人民网也开始抨击这个比特币了，说什么是垃圾啊、骗局啊。那么随便是谁都可以来嘲笑币圈的人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那么另外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我们结合这个美元大幅度的升值，来分析一下这个未来比特币受影响的走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近行情大家也都看到了，确实是这个熊市了那么以至于在牛市这个时期，各种走红的指标也好，或者是指标背后的这个网红也好，都被锤了一个遍不仅仅是这些指标以及网红，还有一些在牛市中割到韭菜的一些垃圾机构也纷纷走向了毁灭。那么我之前在跟大家聊 Luna 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个世界呢，有一个无形的手在主持公道至于是谁的手，我们没必要去知道，当然也无从知道你只要知道作恶的人呢，有一天总会得到这种报应的就行了。当然了，在熊市中还会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情出现但是呢，这一切并不代表比特币它不香了，也不代表我们在熊市中不操作了。那么我等一下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一下，在熊市中比特币唯一的一种操作的方式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我的这个电报会员群那么唯一的链接呢，就在视频的描述区大家注意这个评论区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骗子那么主动留言让你去加他的WhatsApp。那么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软件那么我们会员群近期依然在持有一些潜力币现在呢我度假也回来了，会在会员群继续分享每天的这个读书的心得每个会员都可以不限次数不限时间私信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步入正题我们刚刚开始说了，很多在币圈之外的人都在嘲笑币圈内的人，因为是熊市了，还有人拿出来说这个2018年、19年你买的比特币囤到现在，跟现在的这个价格对比说囤币是毫无意义的。那么2018年什么价，现在还是什么价，又来嘲笑大家囤币的人嘛。那么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做这个币的朋友私下里问我最近是不是赔的很多感觉怎么样。其实在表象上看，比特币在跌，是熊市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加息周期中，各类资产呢它都在跌，美股也在跌，房地产市场也开始降温了。那么如果再次出现经济危机或者是大萧条，房地产呢将会更惨。另外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二部分将要谈到的这个美元的升值，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所以呢，经济下行的这个大周期当中谁也别笑话谁了那么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熬过去呢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呢，大家要记住一点，当很多几乎都不懂比特币和区块链的人开始做视频说比特币是骗局的时候那么正是慢慢筑底的时候我们不能在熊市的任何一个阶段就宣布大底已经形成，或者是最低点已经形成了，你也不可能抄底抄在最底端。所以呢，慢慢的定投大跌大买，小跌小买，不跌不买，永远不要疯猛去追高，这才是在熊市中能够生存下来的王道。我前几天看到有人给我留言嘲笑我说说阿力不会做合约，只会教人定投。那么这个留言简直让我哭笑不得。那么会做合约又能怎么样呢？爆仓的都是做合约的人，尤其是在熊市当中，很多次的反弹，你做多做空都会被爆仓。那么做合约呢，无非就是让自己死的比别人更快一些。那么我前面多次跟大家强调，在熊市中一定要活下来，才能在下一轮的牛市中赚到钱当然了，做合约的人是不会在熊市中坚持下来的，而很多怂恿你去做合约的其他的各类的博主只能送他们一句话太缺德了。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的第二部分那么美元指数今天创造了自2002年以来的新高，达到了这个106。大家看这个图片另外再往前多看一眼，你会发现在1983年左右有一个历史的最高点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那么这就是大周期平均20年一次的大周期来了。至于会发生什么，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多次提到过，那就是经济的衰退。经济衰退意味着很多商品的价格呢会下跌这当中呢就包括股市以及房地产。我目前呢正在读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律师写的大萧条日记，里面记录了1929年
大萧条以来这个各种奇葩的见闻。那么我会在会员群优先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读书的心得。一般的经济学家都会告诉大家，美元升值呢，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就会下跌。那么美国是被认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稳定的这个经济体，因此呢，当世界上大多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时候啊，美元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这个储备货币啊。那么商品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是以美元来结算计价的。一般而言，美元指数呢用于跟踪美元的演变。上世纪70年代，这个指数的开发呢，就是为了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相对的变化啊，这里面就包括这个欧元啊、日元、英镑、加元。瑞典的克朗和这个瑞士法郎以及现在的人民币啊，如果美元指数上升，那么美元对这些货币升值，反之的则亦然。美元升值时，对于持有美元以外的这个货币的人来说啊，商品就会变得昂贵，那么这对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啊。的确呢，如果说这个美元对商品这个卖家的货币升值，那么他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这个本国的货币来购买与以前相同数量的商品，因此呢，他们就会变得昂贵。由于这个购买力降低而减少需求，价格下降。这个很容易理解啊。相反呢，当美元贬值的时候，商品价格就会往往上涨，因为美元的任何的贬值都会刺激到其他的货币商品的购买者，从而增加这个购买力。但是呢，美元和商品之间的这种负相关性呢，并不像我们刚才讲的说起来听起来那么简单啊。彭博士做过一次这个调查，它显示自1990年到2015年之间啊，这个美元与商品之间的存在的这个负相关的时间呢，接近60%，在将近40%的时间中存在了正相关啊，其中这40%里面的23%呢，表示美元和商品价格均上涨，而40%中的这个约16%表示美元下跌。那么上面这一通分析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复杂、很厉害的样子啊，简单一句话总结，那么就是美元升值啊，大宗商品它可能涨也可能跌，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准。那么我们说回比特币啊，那么比特币可以算得上一个大宗商品了。那么套用上面的这个概率呢，60%的概率会下跌，40%的概率会上涨。当然了，我前面刚刚否定了这个概率，我们也没有必要是这个涨或者是跌啊。我相信啊，这几天一定会有很多博主来跟你一顿瞎吹，说美元升值，比特币必跌或者是必涨等等等等啊。那么币圈的熊市的周期还没有走完，没有是绝对的事情啊。那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场外挣钱，坚持定投，在这个明年或者是后年即将到来的这个大牛市之前呢，攒够币，静静的等待爆发就够了啊！如果说目前你没有能力去多挣钱去囤币的话，那就好好的静下心来去学习、去读书、去学习币圈的一些新的知识，去观测这个熊市的特征以及牛熊转换的时刻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么到下一轮的时候，你再去抓这个机会呢，也不迟。那么人生呢是一场马拉松，并不在乎谁一时跑得快或慢，坚持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啊。那么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让我们一起进步，然后呢才能够共同发财。Peace。